皇后那拉氏是那尔布的女儿，乾隆皇帝还未登基之前，那拉氏就被许配给了当时还是宝亲王的弘历做侧福晋。公元1735年，乾隆皇帝君临天下，那拉氏从一名福晋晋升到了贵妃。随着皇后富察氏的离世，那拉氏在乾隆15年，即公元1750年被册封为皇后。在乾隆30年，即公元1765年第4次南巡途中，那拉皇后先是违背了乾隆的旨意，之后又剪掉了自己的头发。乾隆皇帝非常愤怒，于是把那拉氏先送回北京。仅仅过了1年多，那拉皇后便去世了。这里不由得让人心生些许疑问：身为皇后的那拉氏，为何在乾隆南巡途中武上旨后剪发？剪发事件发生后，仅仅1年多，那拉氏就匆匆离世。这期间，她经历了什么？有些影视作品中，更是将那拉皇后演绎成高冷倔强、宁折不弯的贞烈女子。而历史上真实的那拉皇后到底是怎样的人呢？在此，我们从诸多史料中抽丝剥茧，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那拉皇后。那拉氏的一生是从秀女到侧福晋，从妃嫔到皇后再到废后的一生，可谓是一波三折，颇为坎坷。但与她同为乾隆后宫的另一个女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。这个人颇受乾隆敬重爱护，直到她死后，那拉氏才能执掌后宫权柄。她就是富察皇后。富察皇后出身于满族勋贵世家，可谓真正的名门之后。与那拉氏的镶蓝旗不同，富察氏是上3旗中的镶黄旗人。他的先祖曾追随清太祖努尔哈赤起事，立下赫赫战功。曾祖父哈什屯在清太宗与清世祖两朝位列议政大臣。祖父米斯汗当过7年的户部尚书，深受康熙帝的器重。父亲李荣保是察哈尔总管，伯父马斯喀、马齐和马武都是康雍两朝非常显赫的人物。弟弟傅恒更是赫赫有名的清朝重臣。可以说，富察皇后从出身上就完胜了那拉氏。雍正元年，雍正写下了传位给弘历的诏书。雍正5年，雍正为弘历精心挑选了富察氏做他的嫡福晋，并将崇华宫赐给2人居住。雍正7年，雍正皇帝又赐长春仙馆作为弘历和富察氏在圆明园的住所，可谓是极尽宠爱。如懿跟皇上是真爱，一生一次，心灵一动，这个是如懿她的生命最核心的一个点。因为爱，他还是把自己卷进去了。只要你回头，都会看见我默默地在为你打这把伞。他心里最柔软的一块地方就是李云彻了。帝王的爱情都是畸形的，清宫里的爱情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。快点！如懿跟那个乾隆之间的这种感情经历吧，从两小无猜这青梅竹马开始。刚才给你拿的白玉双方酥呀，碎了。你给我拿的碎了，我也喜欢吃。你也是啊？原来剧本前面部分我觉得不太满足，因为爱情是需要铺的。我们说兰因絮果，兰因在哪儿呢？
如意她曾经有过一个少年郎，他们曾经非常的美好。这是我在一开始开拍之前我就跟编剧提出来的，就是给他的爱情一个起始的支点，让观众知道该怎么看这两个人，建立一个这两个人的关系，然后再往后走。其实像如意和皇帝，皇帝能给青樱这么一段情，其实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开始。我内心总是看着他们这么美好的爱情，总是非常向往，又有一点点羡慕。哪怕你对所有人都要循规蹈矩，但是对着朕，还是可以保留青樱的性子。我最喜欢就是把她封为皇后的那个阶段啊，我们感情很好，然后那种状态是我很喜欢的。皇上啊，臣妾但愿和皇上此生长久，不相欺，不相负。好，此生长久，不相欺，不相负。有一场戏是我跟如意，我们到民间去玩。预备，开始。出裙的头很简单，而且鞋子也是换成比较平跟的。2次微服私访，我觉得他是最开心的。因为晚上灯笼，然后江南水乡的感觉。所以我自然的在那儿，我就会很开心，你知道吧？就出去啦，就那种。哎，这是冬天走的时候，对，上船的时候。来，咱们吃点吧，或者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咱们不是什么，咱们吃点。男的怎么不让他们送啊？把高的点，高的点。官人呐，来尝尝我们的条头糕吧。对，这就是条头糕，我小时候吃过，好吃吧？只是有些粘牙，不比家里做的差。来尝尝。那是，连皇帝老爷吃了都连连叫好呢。皇上真的吃过呀？拍完那场戏以后就说，宫里面关了很久，对，好像放风一样的。很长一段，这个都是他对如意在他心里面都是很重。春日的樱花，夏秋的凌霄，还有冬日的梅花。善始善终，共看四时花开。我说过的，一定会做到。这段都挺美好的，这个是我还相对认同的这个爱情。但是人性的这些弱点吧，太考验婚姻了。虽然这个多疑到最后是毁了我们俩，可是，在过程当中，他作为一个国君，他必须是有怀疑的。所以我们说，爱情是需要经营的嘛，是吧？就是包括如意也好，包括前男也好，如果已经没有心思再去经营他们这个爱情，那肯定就会出现问题。当然也很难，是吧？帝王的爱情太特殊了，它不平等嘛。就是一个爱情过程，会慢慢的就是消失掉的。青樱红历是青梅竹马走向了互相猜疑、不信任。我觉得他其实是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心意，他一直爱着的一定是自己的那个红历，那个少年郎。只不过最后大家都发现彼此就改变了最初的那个面貌。云彻哥哥，慢点跑，别摔着。黎云彻跟燕婉之间其实从小在一起长大，非常青涩的感情，非常甜蜜，两小无猜。好的，快点，大家可以多见一会儿啊。走。林云彻对燕婉更多是少男少女之间的那种爱情。真好看。但是我的一份心意。哎，你看看里面。这里有一个云，云是代表我，这个燕子代表你。我希望我们可以永远的长相厮守，白头偕老。云彻哥哥，只有你对我好了。最初的那个两个人的那种都挺美好的，这种林彻跟着他后边颠颠的那边拿着东西在，哎，我觉得蛮美好的那一段。大家都一样，都是天真浪漫的宫女，希望有自己的一份感情爱情。但是进了宫之后，因为燕婉的父母和弟弟的压力，迫使他必须要往前走一步。他正巧有这么一个机会，皇上确实是对燕婉有这样的想法。燕
燕婉是凌霄花，第一个凌是跟她的初恋凌云彻的名字是合在一起的，霄又是云霄的意思，那它是一种攀援而上的花。其实燕婉就是这种攀附别人、不断往上爬的性格。皇上，奴婢还以为您是记得当年在御花园与奴婢说过的话。她如果是在现代的话，她觉得是一个很现实的女人，抛弃了自己的青梅竹马的爱人。她还是选择了跟皇上在一起了。那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，那种青梅竹马就已经变质了。你说燕婉对凌云彻有感情吗？的确有，但是碰到现实的时候，她就会屈服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好好走下去。突然之间，观众看到的是，啪，我一跪，魏臣凌云彻，恭送妃答应。他要在我面前下跪的时候，我觉得其实心里挺心酸的。他就走了，在长街上就我一个人，他在远处走。哇，这其实是蛮虐心的一个状况啊。我认为燕婉心里只是爱的，爱的方式不同，他放在心里。凌云彻爱上了如懿的时候，他很吃醋。我觉得他就像天塌下来一样。他觉得我的东西，即使我不拥有它，你也不可以跟别人怎么样，就是还是很自私的。嫉妒，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嫉妒心。你看到他为了别的女人去怎么样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个女人都会不舒服。一朵小白花都这么在意，他怎么可以背叛本宫，去在意另外一个人呢？而且还是本宫的仇人。他也会更加不择手段，抛开很多私心杂念，更加的残忍。其实想害的是如懿，谁知道凌云彻就一起推下去了。云彻哥哥，是我。对于魏延婉来说，她心里最柔软的一块地方就是凌云彻了，唯一点灵性的东西就是和凌云彻的感情。这个是红宝石里面成色最暗的，不值什么钱。但是我一份心意，这个人是我啊，凌云彻，这验的是你，不是验的。我们3个人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老乡，在逃难的时候相识，那就是一种患难之交。我对江宇彬呢和索性都是绝对的了解，建立的这种情感其实更稳固，也更容易理解对方。你找我？那，给你的，荣华高升。多谢你惦记着我。索性对李煜的感情其实是青梅竹马的那种友情，我觉得是没有爱情在里边，但李煜对索性有，就像是一个小男孩，就像一个初中生在暗恋他的同桌这种感觉，他会给他送点小礼物，然后默默地关心他，挺纯洁的一段爱情。索性，李煜，太贵重了。这些年咱们是共患难的情分，不在这些东西上。真是羡慕嘉妃娘娘，接连生子也是有福气的。你也羡慕啊？啊，谁不羡慕儿女福分呢？他慢慢的发现，其实索性想要的状态，可能我给不了。索性可能希望儿孙满堂，但太监根本就不可能满足这个要求。对于李煜来讲，他的身份很尴尬，他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个宫。她跟这些在宫廷里面的女人是一样的。我跟江宇彬是平等的，他们俩都是独立个体，但是相伴一生。我们俩都是相互喜欢对方，
相互爱护对方，然后在患难的时候相互帮助对方，所以才能幸福美满。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彼此，他们只看得见彼此。我会觉得心里微微有点对不起李煜。微臣有一事相求，请说。不管所心以后如何，微臣都想求取所心，照顾他一生一世。那既然我给不了你要的幸福，那江雨冰这个人我是信任的，他能给你要的幸福，那我就祝福你。乔太医，你要好好照顾所心。其实剧中最幸福的也就是所心吧，就他跟江雨冰两个人白头偕老。所心，你们的喜事，我打心眼里高兴。所心，京郊有50亩良田，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，可不许推辞啊！哎，其实我蛮感动的。原来有个设想，就是让如懿重新又跟江雨冰和索性他跑出去了，然后过那种田园牧歌式的那种生活。江雨冰索性的爱情，那是比较理想化的。燕婉和凌云彻是蛮现实的一对，就是感情是会屈服于现实的。我觉得我还比较喜欢索性和江雨冰这种相濡以沫、淡淡的这种感情。如懿他和皇帝要去经历的，就是他跟皇上说的不一样，来的时候，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出发点。因为在这个生命过程当中，我们做了一些选择，这就是人生。在江雨冰和索性身上寄托的那种平凡踏实的普通人的生活，是如懿的向往，我想也是所有人的向往。后宫的这些女人，因为她们唯一的只有皇帝一个，就是他们的感情宠辱都在一个人的身上。因为本身这样的一夫多妻的设定，它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基础。其实宫廷后宫也是这样，它很华丽很奢靡，但是真正每个人的心酸。婉华是一个非常非常贤惠的一个女人，非常的爱乾隆，这种爱是夫妻之间的爱。我跟孝贤皇后的话，可能更相敬如宾一些，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很尊敬她。你的丈夫是一个皇帝，他必然是要把国家的利益放到第一位，而你作为一个皇后，必然要把国家的安稳、后宫的安稳放在第一位。真希望你能够管束后宫。臣妾明白，只是臣妾无能，只怕做不好。怎么会呢？你贤惠大度，只要用心做，怎么会做不好？皇上对臣妾的期许，臣妾都记在心里，绝不敢忘。好。婉华喜欢乾隆，但她也很看重自己皇后的位置，所以她就一直在这种两种心态下就是矛盾。其实我们不能拿现代的女性去看待浪华，她毕竟是一个传统女性。浪华是一个好母亲、好妻子。就是有一场皇上生了疥疮，我去养心殿照顾她。我觉得浪华没有机会让她表现深深的爱皇帝的这种戏份。皇上，你醒了。就一说完那个话，我就哗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只有那样的情形，观众才能知道兰花爱皇上有多深。我觉得我的母亲是想要得到爱，但是可能种种客观的因素导致她不能，她必须要取舍，要放弃。皇上，你很久没有叫过臣妾的名字了，你还记得臣妾的名字吗？就在这么一点点细节里面，他才会体现出这个女人对于这个男人，她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寄望的，但是她也知道这种寄望就是少的太可怜了。越想拥有他，越想得到他，你就是离那个东西越来越远，不要太执着。越想要事事如意，越是不能把握住很多的事情，到最后全盘结束。皇上。
把永光托付给你。臣妾多谢皇上。苏丽云其实是先帝指给皇上的，就是说这个女子善生养。她的婚姻就是父母之命吧。她也知道皇上没有那么宠爱她，所以她也知道她在这个宫里唯一可以指望的是她的孩子。我朝一直有立贤之说，用成年长出色，用机智的嫡子年少无知，只怕太子之位就归了永成，我的日子更不好过。我觉得他对乾隆是有很大的畏惧心的，所以我觉得他在皇上面前是小心翼翼的。所有的说话、言行举止，其实都是在讨皇上欢心的。是见到我公主啊！自从臣妾成了何家公主8年了，终于又有了一位公主，臣妾恭喜皇上。苏丽云本本分分的是吧？过日子型的，她也没有什么更高的奢望的。贤妃倒是爱吃酸的，不如臣妾给她送去一个。要送你自己送，不必告诉朕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喜欢乾隆的，因为乾隆又很帅，又很风流倜傥。但是苏丽云是属于那种，我虽然很爱你，但是我也看清楚了你其实对我是可有可无的这样一个状态，那么我也就往后退，就是安于这样的现状去维持这样的生活。开始。本宫还以为贤妃宫里春色调剂，仪式也不大，皇上自会告诉你。我觉得前期乾隆还是很喜欢高熹月的，因为高熹月是宫里弹琵琶的一把好手，皇上又特别爱听琵琶。然后高熹月又比较会撒娇。那皇上这2个月，我想着什么钱？你猜？臣妾不猜。自然是有的。进宫以后，他每天都是在想怎么能得到皇上的心，能多得到皇上的宠爱。他最后觉得皇上对他是最重要的，比他自己都重要。大白跟你的小主要，那个时候也是高熹月特别想生孩子，然后去保住自己的地位。皇上虽然是也很宠爱熹月，但是我觉得他只是可能面子上要过得去，有可能是单方面，就可能是熹月对皇上一往情深。那场戏，当我一直在等他，大概将近4年吧。我原来以为就这个我深爱的男人来了，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这个男人眼睛全是冰冷的，是陌生的，他已经不是来跟我谈感情的了，就实在没办法，最后来跟我见这么一面。我觉得他整个心都凉了，他还是对皇上抱有一丝的那个希望跟幻想吧，但皇上没有帮他，一句都没有。他突然就觉得他活着这一辈子最后那一点希望都破灭了，很撕心裂肺的一场。臣妾谢皇上。车婉英是一个非常简单、脸皮非常薄、很害羞的一个女孩。你来这半日，怎么连话也不说一句啊？臣妾笨嘴拙舌的说了。我最喜欢的是有一场戏，就是皇上爱上相见了，然后呢，有一天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，默默地看着相见的寝宫，然后这时候那个如懿走过来了，她说：“你在等皇上？”我说：“是，也不是。”我说：“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对皇上的那种心意，可能皇上都不知道。”俊姐就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去告诉皇上？”我说：“没事儿，喜欢他放在心里就行。”觉得就还挺打动人的。婉英是那种你在他身边，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，就是爱得太深了，反而会很难去表达。臣妾只希望皇上能够看我一眼，看一眼就多热烈。就是我爱你跟你爱不爱我没有关系，只是我内心一直爱着你，不论你做什么我都会爱你，甚至说我为了要安慰自己，我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充实自己的内心，比如画画呀，比如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儿呀，比如说我心里想着我做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，只要皇上开心，那我就是最大的满足。孝亲皇后做的一切，
朕甚是感激。朕看得出来，你是个有心人。臣妾平日里没什么能在皇上分担的，这都是臣妾应该做的。其实，这是爱的最高境界，不是简单的粉丝对偶像的喜欢，而是发自内心的、很深刻的一种爱恋。就是我只是用我的方式默默的爱着你，我爱你的所爱，爱你的所痛，爱你所有的一切。曲有误，周郎顾。白羽姬是怎么样吸引乾隆注意？他弹琵琶却故意弹错，有个音错了，是谁啊？是奴婢。自己大胆的跟皇上接近，成为了乾隆他那个登基以后第一个的新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姓白，名蕊姬。为什么他选择白羽姬不选择高希月？因为高希月棋艺很精湛啊，他根本就不需要乾隆来点拨。乾隆喜欢这种自己能够点拨一下的这种心情。这弹的是胡笳18拍了。皇上好。他这个时候他肯定心里面就是会觉得，哇，我现在很得宠，我恃宠而骄。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现在做的一切，人家会觉得他很傻。后期不就是他嫌弃我生了一个怪胎吗？就基本上就再也没有得宠过。梅嫔的梅跟没有的梅放在一起是一样的，因为最后他死掉，皇上并没有给他办任何的丧礼，那只是白布一裹，所有的人都忘了我，感觉就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。像奕欢啊，他对皇帝的那种痴情，他是真心的爱，粉丝般的那种。自从我第一次见到皇上，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靠他那么近。如今真的能在皇上身边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其实我在这众多的婚姻关系当中，我还是最喜欢奕欢的表达方式，因为我觉得他很真实。他先是崇拜皇上的诗，崇拜皇上博学，再到看到皇上的样貌，对这个人的爱就更完整、更立体了。那个之后就一辈子也没改过。你说他这个一见钟情那一刻起，我记得导演跟我说过，说奕欢是一个他一辈子一直到他死的那刻，他只要想起他第一次见到皇上的场景，可能他都会哭的那个人。乾隆就是他的梦，是他的神，是他的一生啊。开始。一直到他孩子死之前，我觉得他在宫里的生活，他的心情都是幸福的。奕欢最在意的就是他的这个梦啊，就是乾隆这个人。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，然后很直率的，是一个在感情上有洁癖的这么一个女人，所以她不能够接受梦破碎了这个事情。皇上嫌你是对河南人，我是太后的人，所以他给你喝的是逼出来。就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人和最重要的事儿都已经破灭了，只是他的爱带有一些很特别的色彩，跟旁人所不能够理解的这种盲目痴情，但它就是爱情。第一次见到世子时，我便被他的笑容打动了。他笑起来那样温柔，我从没看过那么好看的笑容。那个人是你的初恋，是你很多年前年少无知、情窦初开的时候刚见的那个人。第一眼你可能觉得那个是爱情，我觉得世子是他的一个梦想。
永远没有办法去实现的这么一个梦想，但是一直留在他心中，你一直念念不忘的，觉得可以为他去死，可以为他去什么都去做。皇上，皇上，这是好呀，皇上。其实他跟世子的交集并不多，可能只有1、2面之缘这样。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，让他放弃什么、做什么、拼什么，他都可以。皇上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主，你刚才产部的出去，放开我！结果到最后来，都像个笑话，自己像个傻子一样。因为我觉得其实韩湘剑就比较特殊嘛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物也是非常传奇的一个女子，她相信真爱吧，因为她内心有她最爱的韩琦。自己心爱的人没有了的时候，她也想着就是要自杀。但是他又在湘剑和韩琦的感情里面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和弘历。你若是说这些的话，本宫也懂了。本宫并不上你是现代情绪，在那一刻可能给了他一种力量，多了一个精神上的依靠吧，有一种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一种了然，一种知己。你可想好了，这一碗要喝下去，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。没有什么可后悔的。他到后来为了保留他内心对韩琦的这种思念，或者说是对他那份爱的虔诚忠贞吧，他就愿意永远不要生孩子。孩子是要跟自己心爱的人才可以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晶，所以我不能跟我不爱的人生孩子。性子真是像极了从前的如意。是吗？那用不了多久，皇上就会像嫌弃皇后那样念起臣妾。韩湘剑在那样子一个环境里面，她对自己爱情的追求，我觉得可能和现代女性是比较相似的。现代女性可能会更加追求自由一些。臣妾问皇上安。你都跟朕那么久了，怎么见了朕，还是那么怯生生的？我觉得海兰是属于那种我要收起我所有的这个棱角，然后做一个与世无争的人。她对皇上也没有太深的感情，她不像就是其他的女人。她其实就明白宫中的那些感情是这样的，他会一个一个来信的。就是你如果真的投入了，你爱了他，你就会受伤的。尽忠职守，支付他头顶之位。因为后宫很多人是对皇上有情的，但凡有情就会计较很多事情，反而没有情感的人不会干扰到他的情绪。他算是众多妃子里面就是理解他蛮理解乾隆的人，那但是他不会跟着他对着来，那很多事情他会用他的方式去处理，这样。那所以乾隆也理解他是一个特别明事理的人。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对乾隆有情的。我觉得有点互敬互重，就是相敬如宾的感觉，对。但是我不爱他了。我喜欢海兰，因为我做不到她那种境界。她对男女之情是看得非常的通透、明白，从来不抱有期望，她就不会失望。她是自己本来很软弱的，但她为了如懿，她可以改变，可以自己坚强起来。其实，已经超越了姐妹比亲人都还亲的那种。海兰是对如懿的情，她帮如懿做这么多的事儿，出于情。
互相知道为了对方，就是对方做的一些事情跟自己一样，然后如意知道海兰是这样子可以冒死去救他的，我觉得那个信任感是非常坚强的。海兰是因为我跟如意是好朋友，然后也帮过他跟如意，所以也会把我当成朋友。其实我跟林云彻中间又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，其实会有一点点小吃醋的比较。我觉得只要是很好的朋友，只要是人都会有那一种心理上的难过。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讨论，到底说如意跟林云彻之间的感情建立是在什么时候？林云彻对如意呢是守护、懂得、关心，但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林云彻，你还是收下这鞋垫吧，我缝了2个晚上呢。我是想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看到林云彻在冷宫对他那么好，救了他的命，你说喜不喜欢他？我觉得喜欢，但是是什么样的喜欢？你对对方，你是可以安心的信任的一个人，所以他对如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。如意对林云彻有没有爱情？我觉得没有。对于如意来说，林云彻就是一个在他绝望和低谷的时候陪伴他的人，他的爱情永远是属于少年红利的。他从小是个冷静的人，他知道是不可能的，就是你根本就不用去有这个念头都没有，就是说当然的，对我对你是这样子的。在帝王家庭、帝王家族又是这么一个特别极端的环境啊，他们彼此把这份情感已经变成了一种信仰，无论是世界上的堆积，还是岁月上的累积，在增进感情的过程当中，还在克制自己。这回啊，不要像上回那样整日喝酒一直消沉，像这样的傻事做1次就够了。为同一个人伤心2次，确实不值得。魏延婉都知道为自己打算，你也该为自己打算。微臣谨遵娘娘教诲。这就对了嘛。在控制情况下还在相处，在互相扶持、互相照顾，长远走下去，到了那个点，它就是一个超越男女的这么一个情感，所以一直到一生的结束，它都是一个默默守护的过程。我用云这个字表示他的感情是远远的、高高的，不能落到身边。我的期许只是希望他平安就好，顺遂就好，看淡一切。无论你走多远，无论你经历了什么，只要你回头，都会看见我默默的在为你打这把伞。就是很多爱慕之间其实是可望不可得的，你只要远远看着他就好。还请皇上恕罪。到底是你救了皇后母子，刘云彻，你救护皇后母子有功，让黄马褂一件。皇上因为这件事情他也不高兴了，他觉得你为什么要那么拼死拼活的去保护如意娘娘？他有吃醋，因为爱一个人一定会为他吃醋的，所以我也有告诉林云彻，你小心一点，不要再这样了。还有一场比较典型的戏，当我被阉掉。林云彻被阉掉，变成太监之后，第1次跟如意见面。我把林云彻带到玉坤宫，跟如意说：“哇，这是皇上赐给你的礼物。”其实很讽刺嘛。而且什么原因之前已经有了，皇上心结在哪里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我们经历了基本上1辈子了。我说你我之间又有一种心灵相通、超越男女之情的那种情感在那里。那我说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说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刚好我在监视器边上，我特别想看到那场戏。一开始是有人在，镜中什么在，然后说啊，娘娘就是你看，就是新来伺候你的太监。我跪在那儿，含着泪看着，甚至是傻了看着我。训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眼神。拍他特写的时候，一开始他是很收着，没有多大的表情。他眼神刚收一点点，我立马就卡那个点，我说多谢你，就磕头，他哗，就完全是控制不住的那种。我本来是也就比较性情，然后他一旦进到那里面就不行，那一下就不行，就崩塌。
若干年之后，他无意当中在御花园看见我，找了我这凌云彻，两人就是流着眼泪看着，笑着，都含着眼泪笑着，看着对方。他说你好吗？我说好，一切都好。然后如意呢，听出来了那个假话，当真话听，就这是最酸的。我说只可惜来年天寒风雪时，不能再为皇后娘娘摘一枝梅花相送。既然我们不可以在一起，我又那么爱你，那我们就超越男女之情，我就守护你。奴才告退。你保重啊。如果说问我这个戏的主题，我觉得是逃脱，或者说是要挣脱某些东西，其实就是挣脱后宫的高墙，挣脱有形的婚姻和无形的情感对人的束缚。如意也好，弘历也好，乾隆也好，我觉得每一个人，哪怕是小小的宫女太监，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。如果他们可以选择，我想没有一个人会愿意生活在红墙底下。大家都到最后其实都是走向了孤独的结尾啊！如果我们把人身上的某一部分的社会功能放大的时候，其实是对人性的全面抹杀。我觉得这个戏可能更多的是一首挽歌，是一种帝王爱情的挽歌。帝王的婚姻当中，没有人是有可能幸福的。我们在这部作品当中一定有对当时制度的批判，就是这个戏剧的悲剧所在。我小时候读的时候觉得惋惜，但是现在懂了，因为人生总有遗憾。就是因为爱，因为情，无可厚非。我觉得普通的爱情是取暖，那咱们讲深层次的爱情还是开triển。夫妻之间除了情爱之外，更多的是一种依靠，才能支撑下去他们走很远很远的路。平平淡淡的、简单的快乐，可能超越一切。婚姻是需要去经营的，然后也会遇到坎坎坷坷，到最后才会悟到很多的道理。这个不是一个伤感的东西，而是这个事情的原因、结果，它就是会这样子。我觉得还是都是为了给爱情一点希望吧。如意啊，朕知道这些日子你不愿见人，也不出门，所以朕就自己来看看你。身子可好些了？好些了。那就好。啊，这过2日，朕就要循例去寻衅木兰了。你可愿陪同朕一块儿去？舟车劳顿，我怕我受不了这个疲累。啊，那好，那你就留在宫中，替朕主持6宫事务。
朕知道从前很多事情让你受委屈了，可过去的都过去了，别放在心上了。那些事儿我已经淡忘了。那就好。等朕从木兰回来，属于你的册宝，朕希望你能够收回。朕会等着你。皇上，你知道兰因絮果这句话吗？我少时读的时候只觉得惋惜，如今却明白了，花开花落自有时。此次秋险，一路保重啊。我少时读的时候曾觉得惋惜，如今却明白了，花开花落自有时。皇上，您在这儿都坐了半天了，喝口茶吧。皇上，这兰因絮果是什么意思？这4个字是说，男女姻缘初始美好，最终离散。郎大人知道娘娘要，就让奴婢拿回来了。娘娘，娘娘，您这是？
奴婢备了年教，您看不坐，走走吧。是。你在这儿等着我吧，我自己走走。娘娘小心。娘娘，这入了夜还是有凉风的，你身子不好，咱们进去吧。我还是想在这儿坐会儿。那奴婢给你拿条毯子去。你别忙了，坐下来喝口茶吧。这不合规矩。有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你侍奉我这么多年，不是站着就是跪着，还从没见你坐过。坐下来吧，就当陪陪我。我还记得那日在长街，第一次遇见你，你质问长侍太监那个耿直大胆的样子。这一晃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。奴婢至死都不会忘了那天。奴婢从小无依无靠，是得到了娘娘的关照，让奴婢伺候您，这是奴婢的福气。有你是我的福气。我不只记得遇见你的那日，我还记得这宫里边好多的日子。我记得第一回我入宫见姑母，满宫的红墙绿瓦，我就觉得这红墙可真高啊。记得听墙头马上，是我第一次见到红梨，我带她逃出去，到城墙上去玩了。过了没多久，她就在城墙上要我跟他在一块儿，还跟我说有我在，你放心。我还记得嫁到王府当侧福晋的那个晚上，他掀起盖头看着我的样子，也还记得他让我继位中宫时跟我说，如意，万人之上无人之巅，正孤单得很，到朕的身边来。我当时什么都顾不得了，只有点头。然后
后就一步一步地走到他身边，走到如今。这些年来，娘娘的心思，奴婢全看在眼里。娘娘是念着皇上的。一路走来这些日子啊，我如今想起来，都好像跟昨日一般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所以还念吗？不念了。娘娘是在这宫里熬得太苦了。在这宫里边，谁不苦啊？这些日子，我还时不时想起很多人，想起姑母、阿若、兰花、新月，也会想起绿云、玉颜、一欢，甚至还有魏延婉。我曾经跟皇上说过的，这宫里无休无止的谋算争斗，让人厌烦。为了恩宠，为了亲族，赔了这么多命进去，真的值得吗？若永璜和永琪都好好的，景思和永景都长大了，那该多好呀！荣佩啊，想想，如果这一切真的都没发生，兰花啊、西月啊、绿云、玉颜、一欢，现在都该是什么样子啊？这会儿跟我们一块儿喝茶说话的，会不会也有他们呢？兴许还有皇上的。喝口茶吧。你也喝。茶有点淡了，你去找些新茶换一壶吧。是。
皇上醒了，来，擦把脸，醒醒神儿吧。晋宝啊，还在外头候着呢。让他进来吧。晋宝，皇上，翊坤坤娘娘轰了。怎么会？回皇上，宫中传来消息说，皇后娘娘得痨症已久，后来连药也不喝，在夜里子时过身了。但说娘娘去的时候很安详，容佩也已殉主。皇上，您之前给娘娘送回册宝，她也不收，病成这样了也不告诉您，也不吃药，这是拿命跟您置气了吗？滚出去！皇上，就算皇后跟朕有什么，也轮不到你在这说三道四，半分教养都没有！你给朕滚出去！是，是。皇上息怒，丧仪该如何处置啊？处置什么？啊？处置什么？都给朕滚！滚！明明朕离宫之前才见了你，那时还好好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要瞒着朕？为什么病了也不吃药？到底为什么？娘娘，你为什么就这么走？魏氏已经罪有恶报，您本应该在这享福才是。娘娘竟这般无福，就这样病重走了。有什么可伤心的？此时的娘娘应该已经和她的少年郎在一起了吧？皇阿玛，皇阿玛，你也来看额娘吗？额娘说她自由自在了，她真的自由自在了吗？
基，好孩子，不要哭。额娘只是病得重了，从这病里解脱了，如今已经自由自在了。记得额娘说过的话吗？额娘只希望你一生平安顺遂。如果再有别的希望，额娘希望你也自由自在，不必做你不想做的事情，一定顾好你自己。额娘给你的，好好留着吧。福家，你先带永基进去吧。是。皇阿玛，你们进去吗？恭送皇上。皇上，奴才都仔细问过了，娘娘的痨症确实是厉害，再加上娘娘又不肯吃药，的确无力回天了。但娘娘走得很安详，白天还带着容佩出了趟门，娘娘自个儿还上城楼待了会儿，夜里在廊下和容佩喝着喝着茶走的，像睡着了一样。身边除了给12阿哥的信，就是这本枯了的绿梅陪着娘娘了。这话是他自己回的。是娘娘生前自个儿把那半截裁下来烧了。皇上，皇上来了。皇上，皇上沮丧哀痛，怎么到臣这里来了？这幅画是从你手里交出去的，证明你复原，而且要复原的和从前分毫不差。皇上，臣做不到。为什么？皇上还记得臣给您和皇后画这幅画时的情形吗？皇上与皇后眼睛里都是彼此，自然而然地握了手。臣说这样握着手如画更好，皇后说这样不合规矩，但皇上说是不合规矩，可是合皇上和皇后的心意。皇上，中国有句话好像是说画比人长久，但臣总觉得画呀有时是最无用的，最美好难忘的都是在我们的眼里心里，画怎么能比得了这个呢？画破损了便是永远破损，所以再好的画愿也不必执念，不必。所以你是不愿意替臣复原了？
都是朕不想画，而是朕再也画不出了。别是勉强画了，我也不可能再复原如初了，请皇上原谅。那不是我姑母住的景仁宫吗？我老去她那玩，我可没带别人来过这里，你不要告诉别人哦。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心里有我的？臣妾以为是一生一次心一动。臣妾只希望和皇上长长久久的，能多长久就多长久。臣妾总和皇上在一块儿。臣妾就喜欢你说3个字，你放心。我是想要告诉皇上，现在咱俩在一块儿了，你再也不会是一个人在疯癫上孤独，臣妾陪你，永远陪你。皇上，你知道兰因絮果这句话吗？我少时读的时候只觉得惋惜，如今却明白了，花开花落自有时。